这是闪耀迪迦的再次登场，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奥特曼最强单体。即使面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，闪耀迪迦也依然无视光线攻击，只见一蹬腿飞向最终 BOSS。但这个被称为黑暗化身的迪莫杰厄，可是比加坦杰厄还要恐怖的存在。几发触手便控制住了迪迦，随后便将迪迦拖入腹中。但闪耀迪迦毕竟是光的化身，怎么会因此战败？但你万万不会想到，被人们称为光之巨人的迪迦，曾经是最强大的黑暗巨人。就在3000万年前，超古代战士和黑暗怪兽进行着最终决战。虽然巨人战胜了黑暗怪兽，但最后巨人们却互相残杀，由迪迦率领的黑暗巨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但在幽莲的劝说下，迪迦弃暗投明，获得了光的力量，反手便封印了女友卡蜜拉以及2个死党达拉姆以及希特拉，自己也化作石像，让世界恢复了和平。随后经过漫长的岁月交替，迪迦由大古唤醒，帮助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怪兽，最终在战胜邪神加坦杰厄后，神光棒化作石像飘散，大古也因此变成了普通人，与丽娜开始了度假生活。然而，一场跨越3000万年的危机正悄然发生。在与加坦杰厄最终一战过后，出现了一个超古代遗迹，而失去迪迦奥特曼庇护的人类妄想掌握奥特曼的力量，于是派出调查组以及居监会前往探索。众人前往遗迹内部之后，发现石墙后面有强烈的信号反应，便决定用炸药进行爆破。尽管居监会极力阻止，但还是将石墙炸毁。殊不知这一行为即将带来更大的危机。只见石墙内部居然是3000万年前迪迦封印的3个黑暗巨人，而封印的解除预示着黑暗巨人将重现人间。即使居监会一再要求破坏掉巨人石像，但依然改变不了调查队要搬走石像的决心。但一切都为时已晚，因为就在此时，黑暗巨人突然苏醒，随后便开始大肆破坏。那バカな！渺小的调查队全军覆没，居监会也因此昏迷。但此时体内分散出一道白光，原来是曾经让迪迦弃暗投明的幽莲。眼看黑暗巨人放出怪鸟将要袭击人间，幽莲便施法对遗迹设下结界。只见结界将遗迹牢牢覆盖，怪鸟均被结界阻挡。即使是强大的黑暗巨人，也无法冲破结界。但为首的卡蜜拉相信，自己曾经的恋人迪迦一定会回到这里。言ったはずよ。うまい。あの結界はやって、もう少しの辛抱よ。彼は必ず自分の意志でこの場所に戻ってくる。果不其然，正在休假的大古开始不断的产生幻想，不仅在梦中出现卡蜜拉的身影，甚至明明刚还在谈笑风生时，就突然出现了卡蜜拉的身影。お前は私のこと忘れたの？あの女と同じね。でも、すぐに思い出す。すぐにね。只见成群的怪鸟蜂拥而至，开始大肆袭击城市。平静的城市一瞬间就被破坏得千疮百孔。戦いは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かった。でも今の僕にはどうすることも。力が欲しいのね。巨人の力が。此时的大古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束手无策，可此时地上突然掉落黑色神光棒。使いなさい。それはあなたのものよ。さあ早く、その力を手にするのよ。在卡蜜拉的鼓动下，大古拿起神光棒帅气变身。可令大古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居然变成了黑暗迪迦。何を驚いているの？それが本当のあなた。而就在自己不可思议之时，眼前突然出现3个黑暗巨人。3000万年前、私たちと一緒に世界を滅ぼした。それが第5。あなたの姿なのよ。起きてよ。妈妈。看着小女孩呼喊着自己的妈妈，迪迦刚要去抚摸，小女孩尖锐的喊声却直接扰乱了迪迦的心神，竟然直接给了一拳上去。可能这才是黑暗迪迦本来的面目。
回过神的大古才发觉，刚才的幻象是如此的真实。而在 TPC 总部，因为失去了调查队的联系，为了救出居监会队长，胜利队3人便决定前往一探究竟。而进入船舱内部的掘井便发现了异常，调查队队长突然出现，随后变成怪鸟冲向掘井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星城一发激光将怪鸟送走。而更令两人绝望的是，此时船舱外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怪鸟。随后指挥便带领两人先撤出遗迹。而此时遗迹内部，居监会也想到了更好的办法，就是引爆所有的炸弹。但眼看控制器就在眼前，突然一发激光将居监会击飞。卡蜜拉并没有杀死居监会，而是想让他看着地球是如何被黑暗吞噬。而毫不知情的大古为了解开疑惑，便想询问幽莲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大古也终于在影像中看到了真相。但此时卡蜜拉3人突然出现，随即对着大古来了一顿拳打脚踢。暗い敵の中で、あなた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ていた。最強の天使を見ながら、私たちに裏切ったあなたのこと、私たちの元へ戻るな。ふざけるな。どうしてお前たちなんかと。愛していたから。あなたも、引退していた。为了让大古再次变成黑暗巨人，事后便将黑色神光棒交给了大古。而此时丽娜正好赶到，却只看到倒在地上的大古，但手中赫然握着黑色神光棒。昏迷下的大古在梦中看到了遗迹中的超古代战场。随后幽莲出现告知大古，自己的结界只能维持100年，但如果变成黑暗迪迦，结界就会立刻解除。但为了人类的未来，此时的大古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随后丽娜便将黑色神光棒交给大古，在丽娜的注视下，大古飞向了遗迹。但此时胜利队其他队员早已整装完毕。随着丽娜的归队，胜利队的最后一次战斗开始了。大古来到遗迹之后，终于见到了卡蜜拉3人，而大古始终坚信光明的力量。自己で光になれるんだ。随着大古的变身，结界也立刻消除，黑暗随即开始弥漫开来。只见整个地球瞬间被黑暗笼罩，而接下来迪迦将再次代表光明挑战黑暗。而他的第一个敌人便是号称力量巨人的达拉姆。只见刚开始迪迦还能过上几招，但慢慢的就落入下风，随后便被达拉姆举过头顶，并顺势拉入海底。此时的大古并没掌握黑暗迪迦的实力，所以也只能被达拉姆单方面吊打，甚至掉入深坑中无法挣脱。达拉姆便顺势补上一脚，将迪迦牢牢困住，随后便打出光线准备击杀迪迦。但他万万不会想到，3000万年前的一幕却再次重演。只见破坏光线非但没将迪迦击杀，甚至还被迪迦吸收，并且转换成了光的力量，直接变成了龙卷形态。这也是迪迦从黑暗巨人转变为光之战士的第一阶段。光に変えた。3000万年前のあの時と同じ。眼看不妙的达拉姆随即冲向迪迦，但此时迪迦丝毫不给任何机会，直接蓄力打出迪拉修姆光流，被击中的达拉姆瞬间爆炸。而此时遗迹之外，胜利队也遭遇危机，卡蜜拉召唤出成群的怪鸟袭击飞船，但飞船杯水车薪的攻击抵挡不住更多的怪鸟。不一会儿，飞船已经被怪鸟覆盖。而就在摇摇欲坠之时，新的支援终于来了。在火力覆盖下，飞船随即被解救。原来他们是胜利队的新成员，就是戴拿奥特曼中的超级胜利队。随后飞船瞄准洞口，一发大炮将怪鸟击杀殆尽，保护了人类不被袭击。而此时迪迦刚回到主时空，就被另一个敏捷战士希特拉袭击，随即被拖入另一个黑暗时空。面对希特拉的光线攻击，迪迦也只能暂避锋芒，但作为敏捷型的黑暗巨人，快速的攻击便将迪迦打倒在地。而就当希特拉刚要发射出击杀光线时，还在遗迹中的居监会终于拿到了引爆器。随着开关的按下，遗迹内几十箱的炸弹瞬间引爆，不仅将怪鸟全部清除，甚至波及了光线旗手的希特拉和迪迦，直接将两人炸回了主时空。但希特拉也不给迪迦喘息的机会，一发光线随即击向迪迦。而迪迦吃到光线攻击后，非但没有后退，甚至开始吸收光线能量。只见金光散后，迪迦变换成爆裂形态，这是迪迦转变为光之战士的第2阶段。
随后迪迦不做过多纠缠，直接蓄力发射兰帕尔特光弹将希特拉击败。随后来到超古代战场的迪迦，终于要面对自己曾经的恋人卡蜜拉。随后卡蜜拉拿出神光棒，变换成黑暗巨人。面对曾经背叛自己的恋人，卡蜜拉的怒火滔滔不绝，几发光鞭就将迪迦死死压制。随后变换成光剑，开始质问迪迦：なぜ闇の力を否定する？それが人間の本質だというのに。在卡蜜拉的强力攻击下，直接给迪迦来了个透心凉，眼看就要补上最后一刀，几发光线延缓了卡蜜拉的攻击。只见大古的未婚妻丽娜赶到，而缓过神的卡蜜拉刚甩出光鞭，迪迦及时接住战机挡住了光鞭。此时迪迦终于变换成复合形态，这是迪迦转变为光之战士的最终形态。そんな女のために3000万年前はユザレ、そして今は。でもこれで何もかもが吹っ切れたわ。思う存分お前を殺せる。面对迪迦的再次背叛，此时的卡蜜拉恨意已经达到顶点。在吸收了所有的黑暗之后，变换成黑暗的化身暗黑魔超兽迪莫杰厄。随即几发光线能量击向迪迦，为了保护丽娜，迪迦直接被光线击晕。在丽娜的呼喊下，迪迦也渐渐醒来，然后站起身进行最后的决战。因为身后还有无数的伙伴以及最重要的人去守候，随即迪迦便打出最后一击。但此时的迪迦丝毫不是迪莫杰厄的对手，直接被光线击飞。在丽娜以及胜利队绝望的注视下，迪迦的能量计时器也随即灭灯，迪迦再次被击败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身旁的超古代战士们突然亮起光芒，随后战场内的所有超古代战士石像也全部亮起光芒。这些光芒不约而同全都汇聚到空中，随后瞬间全部涌向迪迦。在一阵耀眼的金光下，迪迦复活了。闪耀迪迦随即冲向迪莫杰厄，此时的他已经无视任何光线攻击，随后便起飞直冲而去。而迪莫杰厄同时发出触手将迪迦控制住，一把拉进自己嘴中。但随着光芒的加剧，迪莫杰厄瞬间爆炸，所有的黑暗也全都被驱散。但此时遗迹也开始崩塌，随着一阵硝烟过后，大古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卡蜜拉。惜しかった。卡蜜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，她也渴望光明，只是遗憾迪迦没能带上她。故事的最后，前往火星基地的大古丽娜遇到了前来报道的新人飞鸟星，新的光之战士戴拿的故事也随即展开。期待你永远的奥特曼。頑張れよ。怖い。纵观整部影片，其实这并不是面向少儿的特摄剧作品。抛开奥特曼的主观动画人物，它更像一部拥有完整故事意义的好电影。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.0分，其中通过展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对爱的追求与守护，对过去的反思与释怀，以及对和平与美好的向往，无不传递着令人深思的价值观与人生观。